你想先来吗？可以。哎呦，这么高你们！我叫潘千荣，我是 ENFJ， 然后他是 E， 对，他是 E 人啊，他很像 E 人。我在生活里面是一个没有成就感就会疯掉的人，所以我一直在探索这个世界。然后我也喜欢从生活的小细节里面去发现商机，所以你们可以猜一下我的职业。小细节，商机。投资经理，有点像哎。风投，是金融行业吗？对，证券、券商。差不多。对，股票投资分析的。哦，哇，很厉害。然后你们有什么问题吗？开始拉生意，有实习机会吗？开实习证明。之前一直在加拿大工作，然后现在是回国发展，上个月刚回来的。然后朗读一下我的恋爱说明书。哎，我写的没有大家那么的。呀，这个微表情是怎么回事，姜老师？有故事。这个 E 人他是感觉要哭了。放松一下，深呼吸。等一下啊，没事，慢慢来。我天，这个情绪起伏。在鼓掌。这段恋爱是发生了什么？这段恋爱应该不好，肯定很不好。从18岁算起，我只谈了一段恋爱。这段恋爱有3年，这3年里，我是一名纯爱战士，虽然是战损版。战损版纯爱战士，纯爱战士一般最后都是战损。这几年我听过很多人说我是恋爱脑，但是我想告诉他们，因为我是一个做什么都会拼尽全力的人，生活上是，事业上是，所以爱情也是。我妈说我头铁，要撞塌南墙才会回头，但是我觉得我很酷，用心写了，因为我所有的努力都尝试过了。我想，如果爱情来了，我还是恋爱脑一个，因为出现了一个让我想拼死去爱的人，我觉得好幸福。在今天以前，其实我一直以为我是个很会谈恋爱的人，因为所有对方需要的我都给了。可是我好像忽略了，恋爱不只有爱他，我也得爱自己。我过于圣母心和讨好，不断的付出、原谅、拯救、纵容，可我自己变得紧绷、焦虑，甚至还想越给越多，而失去了自我。就这，我还得意的以为我很会谈恋爱。我想谈一场强强联合的恋爱，我们都在自己的领域里发光发热，但是在只有我们2个的地方，我们都是幼稚鬼。如果你是那个人，我想告诉你，我把你带入进了一首我听了很久的歌，这首歌叫《如果我们不曾相遇》。如果你是那个人，我还想问你，你喜不喜欢坐过山车？我好想和喜欢的人坐一次。如果你害怕的话，你愿不愿意至少为了我，在过山车底下等我？我好想也被保护一次。你要吗？没事。没想到会哭的，就是，哎，对不起。不会，写得很走心。他是还没有走出来吗？不是，他应该不迷恋上一任，不迷恋，但是伤得很深。他只是不知道自己这个怎么办，过度付出，讨好型。对，他前面说的话，我觉得跟我一模一样，就是我们感觉自己付出了一切，然后能给的全给了什么的。就是我现在慢慢才知道，就是你付出的时候，那你有没有问过是不是对方想要的？对，这就是我在恋爱当中我会反思成长。对，
这是我这1年才自省出来的，我每天都在想，哇，就是你是爱上了自己在爱的样子，也可以说是被自我感动，可是可能比那个自我感动更复杂一点，就是你感觉你是有爱的能力的，所以一旦你自己给自己的这么满的时候，你突然发现那个人根本不领情，那你就跌到谷底。所以我在这边也要劝很多付出型的女生，其实你的付出有时候真的不值钱。不值钱的原因是因为你决定了它的价格，可是对对方来讲，没有任何 price 在那里。就是如果真的遇到了这样的，那男的又该怎么办呢？就是那种给的特别满的那种的。我们先问，如果这女生一上来就特别满，你能接受吗？这压力大死了，就大死了，这咋还呢？这不好还呐，就是这个问题。那好，第二个问题是，如果他前面受过很重的伤，对这段感情充满了泪水，你是带着啊好可怜、好可爱哦，我想要保护你，还是你会觉得？先解决这个事儿嘛，就等你慢慢过了这事儿再聊呗。聊天还不能聊吗？大为，你会跟一个还在需要疗伤期的女生迅速的发展一段感情吗？姐，这不敢回答。你说我愿意帮他疗伤，我们就是那杀猪盘。你提醒了我，大为刚要说愿意，我差点跳下去了。保护你一波。但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比如说我们是接受到很满的爱的那个人，有的时候我也无法表达出你给我的爱并不是我想要的。因为这个话是没有办法表达的。对呀，你哭爱我就你别了，你什么玩意儿？我不喜欢这玩意儿。但可是如果有一个人一股脑对你好，也挺好的呀。不，但比如就是你说的那个爱，可能是我觉得压力太大的，或者那就是分2种，一种是这个好我能接受，还有一个是自己不能接受，那就聊呗，就是细分化。你这个我喜欢，你这个我不喜欢。我给你出份 PPT， 这听好了啊，这段呢我喜欢，这段以后别来了，我受不了。这个节目就聊疯了。但像你如果要跟别人说这个你不喜欢，你要怎么？你怎么表达？在不伤害，因为对方给你的时候，他觉得他是在对你好。我有一个经验，就是我刚认识秦老师的时候，然后我去剧组陪他，我就帮他洗袜子，然后他跟我说你不要帮我洗，然后我当时非常惊讶，他说没事，你就在这待着，你爱干嘛干嘛。我觉得我在跟他交往的过程里面，慢慢发现说，原来陪伴是他最需要的东西，我不需要去呈现一个贤妻良母的样子。对，所以遇到这种人要2部分一起说，直接讲，就是这个事情我是什么感受，你可能会伤到一点点，但没有问题。还有下一句，你在我心里是一个什么什么人，我希望你是一个什么什么价值，就你给他建立一个目标，他愿意往那边走。学到了，很棒的，很棒的。讲得很好。来了，嘿 ，hello， 活跃气氛啊！东北人可以什么都没有，但是不能没有活。东北人，我是来自于美丽的槟城哈尔滨如果大家之后去哈尔滨玩，可以来找我。那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，我叫周轩宇，我是双鱼座。哦，跟我一样。俗话说嘛，双鱼男狗都不谈，是不是？来纠正一下风评。其实双鱼座也是蛮浪漫的、蛮细腻的一个星座。然后我的 MBTI 是快乐小狗。跟我一样。我是从事电商行业的，然后也在和朋友筹备做一个网球类的社群吧。所以说大家喜欢运动的，我们都可以交流交流。然后也希望这段旅程可以给大家带来很多快乐。对，这就是我简单的自我介绍。然后我先贴一下这个象限吧。奇变偶不变，符号看象限。他是会谈。我谈过6段恋爱，好像谈的还挺多的。还挺诚实的话。坦诚的说，我挺喜欢谈恋爱的。约会前在楼下等待的时刻，会不可控制的心跳加速。如果精心准备的惊喜换来他满眼笑意，就会在心里放烟花。一起自驾，喜欢的人在副驾哼着歌，是全世界最珍贵的演唱会。无数个曾经相爱的瞬间里，我见过热烈且真挚的自己。朋友都说我恋爱时间不少，怎么归来还是恋爱脑？的确，
抱着室友嚎啕大哭的是我，醉倒在饭店厕所睡觉的也是我。他还蛮逗的。对，人和人之间想要产生羁绊，好像真的就要冒着流眼泪的风险。所以现在的我会嘴硬地说，恋爱狗都不谈。但是如果真的遇到爱情，ENFP 快乐小狗的尾巴又会不由自主地摇起来，直求表达，主动出击，厚着脸皮也想要和你多说说话。所以和我恋爱，你可以放心大胆做自己，有话直说，有脾气也不用忍着。关于海边的故事，从一起骑摩托、晒晒太阳、转转小岛开始吧。OK， 很棒。谢谢。要不下一个我来。可以。喂 ，OK， 大家好，我叫桂廷宇，我跟轩宇，我们的 MBTI 只差了一个字母，我是 ENTP， 然后我17岁就去了英国，然后我自己做摄影师。哦，我也先摆一下吧，这个，我觉得我不太会谈恋爱，我放在这里吧。然后从18岁算起来，我谈了不多不少，刚好3段恋爱，加起来总共有6年处于恋爱状态。然后去年夏天，我结束了我最长的一段感情，就是4年。然后这次分手让我思考了很多事情，就是到底要怎么样去谈恋爱，然后浪漫跟爱又是什么？然后我认为的浪漫就是骑着电瓶车载着他去看风景、吃烤鱼。然后就是下雨天抱着他躺在床上听歌，我觉得也很浪漫。但是每一次他都会说我不是浪漫的人，所以好像我真的对浪漫过敏。如果这段旅程可以有个新开始，我会努力改变自己，从自己的舒适区里走出来，试着布置一次烛光晚餐，一次节日惊喜。我会学着去买花，同时我也愿意相信鲜花不是浪漫的全部，浪漫同时是从最平凡的生活里获得生命力。在我的想象里，这个女孩会充满阳光和自由。天气好的时候，我们会在海边走走，也会边走边跳，那就我觉得很酷。我还想约你去菜市场逛一逛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？那我来。你要来吗？你是压轴。我叫金以前，然后今年是24岁，是学的物理，现在是跨行业在人工智能领域做产品经理。我之前谈过4段恋爱，然后每段恋爱都不太相同，具体的原因给大家在这里面说吧。嗨，还素未谋面的你，虽然这段旅程还未开始，但我已经满怀期待了。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做好准备。从上段感情到现在1年半，我慢慢的习惯了一个人独处的生活。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，我逐渐封闭，逐渐不太敢和别人靠得太近，因为我怕他们会有一天从我的世界中抽离。曾经我以为我是一个很会谈恋爱的人，或者说，我是一个很能共情的人。但是很强的感受力意味着我同样是一个很敏感的人，我会产生信任危机，也会过分的在意别人的感受而忽略了自己。焦虑型。我曾经在同一段感情中被背叛了2次，却仍然选择了原谅。我对爱与不爱有清晰的感受，却没有理智的判断，所以我很难主动的去建立一段关系。在和女生相处的时候，也容易因为一些困难而放弃。我或许能做好1到100的过程，但我对于最重要的0到1却无能为力。在对自己做了以上深度的剖析之后，突然就想通了。我选择诚实坦然地面对自己的内心，进行心所给的答案。所以，如果真当缘分到来，以身试险的事情，我不介意从我先开始。以往的感情经历把我困在了一个看似挺无解的命题里，热烈的爱和稳定的情绪到底能不能共存？我在这趟未知的旅程中会找到我的答案。如果你想聊聊的话，无论天气好坏，等我去找你。谢谢。写得很好哎，好感人哦，这封信。然后，以前可能我觉得我在这个位置，现在我觉得我可能在这块吧。就是你们觉得他说这个经历的目的是表达他在恋爱里的什么特点呢？好问题。就他为什么会把这段经历拿出来在这个恋爱说明书里说呢？他想说自己恋爱脑，
他讲得很清楚，他怕抽离，所以他很难做0到1。啥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不能轻易爱上你，我爱上你之后，你要一走我就接不住了。对，所以一开始会很难，而且他应该受过啥伤？因为他说要热烈和情绪稳定不能兼备并存嘛，对吧？是原话吧？对你就可以想象他前面谈那个恋爱是那个样子。康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陈康，大家可以叫我康康或者 J。我毕业于悉尼大学国际贸易跟市场营销专业，现在正在一个新加坡的物流企业管理培训生。我退休之后，已经到退休了，不刚上班吗？我退休之后，我最大的梦想是去泰国养水牛跟养大象。我比较慢热，相信跟大家相处久一点之后，我话会越来越多。我曾经历过3段恋爱，总共加起来有5年的时间。我觉得我是个挺长情的人，过往的恋爱都是以年为单位起步的。曾经的我一度认为，我恋爱谈得久就是会谈恋爱，但一次次的分手，显然这并不是。我朋友都跟我说，我像是爱情里的裁缝，擅长缝缝补补，受挫很多次才明白，恋爱还是2个人的事，就算多撑几天，多几个月，结局还是不会变的。我的嘴很笨，看起来有点慢热，遇到尴尬的时候会满脸通红，可能越喜欢就越说不出来什么。为了变得更勇敢，我去学拳击，以为这能让自己消灭恐惧，结果是我证明了，肢体挥拳和表达完全是2码事。我好笨啊！所以你能接受我是个很大条、很笨的人吗？我有一些奇怪的笑点，你会和我一起笑吗？浪漫好像我更不太懂，但我想多见你，每天都见，每天都见很多次。哇哦！不知道爱神的丘比特会降临在哪个时刻，不知道今晚的月光会洒在哪片海面。浪漫生活的本质，不正是在于它充满着不确定性吗？所以你要不要和我一起，就从去海边散步开始吧？谢谢。写的真好，写得好。大家都在下面，好拥挤，我们那一块。你们俩最会谈，哇，好拥挤。我们那边好空旷。好空旷啊！抱团取暖一下。上面的空气很清新啊。确实。其实我觉得不会谈不是一个缺点。对。没事，到最后希望那些不会谈的全部往上移。再喝一个吧。那我们再俩喝一杯吧。对，再喝一个吧。很高兴认识大家，玩得开心。我先夸节目吧，真心想夸，这个是从来没见过的恋综里边的形式，就是每一个年轻人都特别认真的，就是你会很快的了解这些人。我觉得他们都够真诚，胆儿都够大的。而且剖析的还挺直白的。对，是的。安娜，你的恋爱说明书关键词是哪些？我觉得我是一个不太擅长沟通的人，我可能心里会有些想法，然后我也希望，我们2个可以变得更好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用一个正确的方式去表达出我的想法。周周呢？纯爱战神，战损版，还行吧。看点好。小晴，你的恋爱说明书给你了。我的，我的就好好工作，别谈了。你觉得最浪漫的事儿是啥吧？我觉得这得对标，看对方什么样的女生喜欢什么样的事儿。他说的有道理，就因人而异。他一看就是看人下菜碟儿那种人。那就说明他很会，他还能看人下菜碟儿。对，你看去年给你那个摔炮，你还记得吗？他很会啊，那就很浪漫啊。一进屋拿摔炮，啪，
那你看摔炮对我来说都有用，笑得嘎嘎的。但你给其他女生就不一定，人家会说有病啊！对你有病吧？对，这因人而异嘛。对。我妆花了吗？没有啊，真的吗？我觉得很好看。对，因为我一直那个刚刚哭。对对对，写的好深啊，好真诚啊！我就觉得我现在这女孩泪失禁吧？这还是还想哭。我泪点很低，就我大喜大悲的一个人。啊，我感觉你现在好像还是想哭是吧？没有你讲到这个事情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别讲了。哎，真的来了。对吧？他就是。我刚刚差点没忍住。哇哦！哦。来，你们拿一点牛排。好，谢谢。看我在这里，我感觉你就特别的北京大妞的感觉。是的，很大气，就是跟我那些朋友就很像。是不是年龄有些长了，有些就是在乎的事情就少了？没有，性格超好。我是 I 人，其实。你是 I 人？对啊，我没好意思说，我是 ISFJ。天哪！是 I 人。震惊吗？所以你是 I 人里面很 E 的，他是 E 人里面很 I。这个真的，我是50-50吧，算是。我90几的 I。没事儿，不会让你一直 I 下去的，因为我会一直 Q 你。那还是不要了。快说话。哇，他跑海里去了一会儿。他好可爱哦。我俩都是社恐，你是恐惧，我是恐怖。好可爱，好可爱。你刚才说你要去厦门大学读香港。我香港。香港大学，哦。你学？我本科是金融管理，所以我在问你实习岗位。可爱。然后研究生会偏工科。研究生可能做量化那边。对，计算机。OK。计算机加金融还是只是计算机？计算机加电子商务。哦 ，OK。转行了。有些人好像还没说年龄是吧？我说的。我是98的，26岁。我最老，我29。29，看不出来一点。怎么保养的？赶紧传授一下秘籍。你是在说怎么保养？对，怎么保养的？我刚刚反应过来，那29是什么很大的年龄吗？有被冒犯到。行，前面还说长得像黄渤呢。多吃，多睡，吃的多，多吃可颂。这都多睡觉，对，多在公园睡觉，一边睡觉一边可以呼吸公园的新鲜空气，汲取大自然。对。